如果你还在为早餐吃什么而发愁，那么本期节目将会为你提供新的思路。欢迎回到加盟小厨房。今天呢，我要用电饼铛给大家提供8个早餐食谱，当然你用平底锅也可以完成。那我们就开始做吧。我先来做一个煎鸡蛋，我要用上面这面煎。嚯，厉害了！你要表演垂直煎蛋？什么呀？我这个一提，把它平着就能放上啊。打开开关，这个默认呢是上下盘预热，我们也可以分开预热。好，电饼铛已经预热好了，我要用这个电饼铛的上盘做一个无油煎蛋。我这个鸡蛋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凉鸡蛋。说起这个用电饼铛做无油煎蛋呢，我就想起我第一次看见有人做无油煎蛋，是我妈用电饼铛做的，那是10多年前的技术了。咱们看看现在的新技术做出来的无油煎蛋是什么样的。我们给它撒上一层盐。底盘呢，咱们就再做一个，2个都别闲着，培根裹芦笋。这个芦笋呢，是我用微波炉加上水，已经提前处理了4分钟。这个培根是火鸡的，它不是猪肉的，没有那么多油，相对呢脂肪少一点。就是我想试试这个电饼铛，我们用无油的方式能不能做一顿饭。你如果觉得这个培根呢，它有点跑，你可以拿个牙签给它固定一下。我这个有的固定了，有的没固定，是因为有的卷的不错的，我就不固定了。这个菜不错，吃完还正好剔个牙，找不到一块儿去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我们给它翻个面。我以为你的奇迹是用手翻的。我就弄一个双面，弄一个单面的。我这个方法是比较极端的方法，我一滴油都没有放。我喜欢这个硫磺比较多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单面的也可以了。我现在把它拿出来，4到5分钟吧，我觉得就煎好了。下面我们把它拿出来，咱们呢也别关火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再做一个黄油煎番茄和照烧鸡腿。喷的这个是鳄梨油，这个鸡腿肉是我提前腌制好的。teriyaki 的酱和酱油，这个比例呢是2比1，放上点黄油，然后我们金巴利的西红柿，在之前的烤烤好物推荐里推荐过，非常好吃。哇，小红柿都有汤了。你把盖儿合上。不用，把这个小红柿都压了。就是要这种压了的感觉。这么可怜的一个小西红柿呀。那要不把你烤了？可以啊。下面我给鸡腿翻个面，我刚才大约煎了2分钟左右吧，翻个面。然后呢，在上面也给它补一层黄油。来吧，小伙伴们。来吧，小伙伴们。可以吃了吗？妈妈。好，我用这面，我再让它有一个。4、5分钟之后呢，我觉得就煎的差不多了。下面我们就把它捞出来吧。这个是太阳。对，太阳蛋。会烫吗？你们俩又吃差不多。太健康了。妈妈要喝点水行吗？我先给你倒点牛奶。行，可以。然后一会儿再给你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照烧鸡腿肉怎么样？我来。是不是特别嫩？一口闷。哇塞，绝了！汁水啊都非常完整的保留在里面，所以你一咬真的是外焦里嫩。看这么吃，你不能给爸爸留一点吗？1/2杯的肠粉的粉，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吧？要做肠粉。1杯的水，把它搅匀就可以了。我们把它放一边。除了面糊之外呢，我们还需要准备这4样东西：2个鸡蛋的蛋液，然后小葱、腊肠我切成了小碎丁，以及生的这个虾我也切碎了。阿巴卡子的油，我也是第一次做啊，朋友们。你要做煎饼吗？差不多这意思吧。有些地方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放蛋液。这是鸡蛋。你真聪明。这是虾油、大肠、小菜、葱花是小花、小葱花。我们把盖子盖上，焖一会儿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可以给它卷了。竟然成了，嘿！
就这意思吧。我们再给它焖一会儿。好，我觉得可以了。3茶匙的酱油，2茶匙的老抽，1茶匙的蚝油，1茶匙的蒜泥，搅匀，把调好的酱汁淋上去。行，像不像3分样？实话实说啊，跟蒸的那个真的没有太大区别。从来没有想过在家也可以做肠粉，而且我们没有用肠粉机，也没有用所谓的蒸笼，我们只是拿电饼铛就能复刻，这个口感是很像的。好吃，对吧？好吃就不吃了是吗？接下来呢，给大家安利一下这个密封储物罐，它的密封性非常的好，它不光能密封这种固体，还能密封液体。比如说这里边装上水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是可以做到滴水不漏的，而且它打开也非常的方便，就这样一按就打开了。一般有这种密封罐，我们都会非常头疼它的盖儿怎么清洁，它这个这样一拧就打开了，所以它是无死角的清洁，并且它的材质也是非常的安全的。它这个硅胶密封的这个是食品级别的，这一套是塑料的，但是它也是符合 FDA 的这种食用级标准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使用。今天呢，除了这套密封罐，还有刚才我们使用的电饼铛，稍后呢，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厨房神器。这3样宝贝呢，都是来自华人生活馆的赞助，在此表示感谢。华人生活馆是一家北美厨房电器的网上商城，专为美国和加拿大华人提供中式厨房电器，至今已经经营了12年。绝大部分电器都采用北美标准电压，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可以直接插电使用。而且在支付方式上，华人生活馆也非常友好，您不但可以使用信用卡和 PayPal， 还可以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来支付。我们会把华人生活馆的购买链接放到视频的描述栏和评论置顶区，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红豆馅饼，不需要和面。这个呢是我在超市里买的这种冷冻的，人家已经做好了的面包生胚，就是它本身已经是人家揉好了的一个面团，只要我们把它放到常温之下，让它回温，就会变成这样。我们在案板上抹一点干面粉，防止它粘。发的非常好，也可以放在电饼铛里直接去做，就是小面包。这是超市里买的这种现成的红豆沙罐头，它里面是有一颗一颗红豆的。因为它这个红豆沙本身已经有甜味了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再做别的处理了，把它包起来。哎呦，这么可爱！好了，接下来呢就是重复以上的动作。饼铛预热好之后，我们往里放点油，然后这个锅呢，它自己配了一个刷子，买的时候它送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刷匀。哇，那这还挺大的，9个，9个不成问题， 9个没问题，这一夹子就够了，我就别往边上搁。对呀，行，对，这个夹子也是他送的，这个料理夹。我们把上面的也盖上，让它2面同时加热。我已经闻见面香味儿。对对对，就是有那个早餐摊儿的那个，一大口水流在上面，就是有那个，就是你去外面买的时候的那种，看人家做你就已经闻见香味儿那种感觉。火力呢就用大火，大概3-4分钟就烙好了。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，用平底锅烙的话呢，你烙完下面还得再翻面，这个你也不用翻面。操作非常的简单，然后我觉得作为早餐呢一点都不麻烦，最重点的就是真的很好吃。这个馅儿呢我稍微包的有点少，如果你包的话呢，你还可以再往里再闯点馅儿，而且它还很容易熟，3-4分钟就熟了。我们来做一个健康版的韭菜盒子。首先我们先炒鸡蛋，鸡蛋倒进去，这是3个鸡蛋。通过炒鸡蛋我感觉到这个电饼铛炒菜是没毛病的，它还挺深的。妈妈用什么在做炒鸡蛋？用机器。这是什么机器？空气炸锅。电饼铛。电饼铛。150克的韭菜，150克的虾仁儿，炒好的鸡蛋，香油2茶匙，蚝油1茶匙，少许的盐。咱们和这个馅儿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小技巧，先放油，把这个韭菜糊上，然后我们再放这个带盐味儿的调料，它就不容易出水了。包到最后它都不出水，特别牛。抹油就能锁水护肤。
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米脂，碳水含量比较低，大概4到5秒钟就可以了。是凉水是吧？对，就是常温水吧。有的朋友就说，那我就蘸几秒钟，拿出来它还是硬的，没事，你等一会儿就软了。咱们呢，趁它软的这个时间呢，就往里放馅儿，把它合上。它过一会儿软了就粘上了。对，它一软了它就粘上，给它点时间。刚才我们炒鸡蛋剩下的油呢，也不用浪费了，给这个锅预热到200度就可以。我弄的这样馅儿能做6个，饼的表面喷点油，把盖盖上以后，给它转小火，大概2到3分钟，你就看这个虾已经变色了就好了，因为我们所有的食材都非常容易熟。第一次做这种透明的馅儿饼，还挺有 feel 的。真好吃。这个吃起来好过瘾啊，感觉吃的就只有馅儿没别的。来个虾，好吃吧？好吃。真香，强烈推荐。让我吃一口。推荐。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个神器，对于这个比较介意用涂层锅的朋友们是非常好的，就是一体浇铸的老铁锅。它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导热快、爆炒香。因为呢它没有涂层，所以你使用起来呢更加的安全放心。虽然它没有涂层，但是呢它作为老铁锅，理论上呢它应该是越用越不粘。那这个炒锅呢，其实是华人生活馆为我们的老观众提供的一个奖品，在此呢再次表示感谢。其实我们在1周之前就已经在经常和我们互动的老观众里边随机抽取了一位，并且把这口锅呢送了出去，也非常感谢这位观众为我们拍摄的照片以及带来的客观的评价。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，这样呢也有机会免费获得这样优质的产品。我现在再推荐你一个热量更低的早餐。预热之后，我们先喷一点油，放上一片这种沙葛，也叫凉薯皮，然后打好的蛋液、蔬菜丁、火腿丁一起放进去。介绍一下这个凉薯皮，这个呢是我在 Trader Joe 买的，2大片才15卡，总共含3克的碳水。因为这个凉薯皮它本身就是可以生吃的，所以理论上这个鸡蛋煎熟了就 OK 了。你看我们煎了那么长时间，它依然是脆了，口感非常的清爽，像那个生菜，对对那个口感，大家如果喜欢看我们推荐Trader Joe的产品呢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，我们可以拍个Trader Joe，发现美食，分享快乐。我是你好朋友，我是虎妞，我是娜夏阿萨，我是老家，再来一样子。